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胡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友之，大家好。好，那整罢免，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第二阶段其实要罢蓝委这部分大概已经是进入尾声。现在全台到目前为止，你知道，那蓝委有大概30席要进入到第3阶段，那唯一还剩下1席，现在是全国罢团目光的焦点，就是在对，又是我们基隆，好吧？那基隆林佩祥这一席，某种程度其实前面讲说可能还缺多少份，但是因为一个社会边缘说一出来以后，那昨天3Q 在现场讲说，可能不止社会边缘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容词啊，全部都出来。那你可以看到，所有的35个罢团全部会师在基隆。那接下来呢？因为它不只是单纯这个地方而已，而是会不会再产生一些另外的外扩？因为其他30区虽然已经过了门槛，已经送了中选会，但中间有没有会被剔除掉了一些？譬如像3Q一直到现在呢，没有理头发的原因，他昨天自己讲，是因为譬如说在中二是109%左右。那虽然看起来是过了，但是如果你会不会有当初第一阶段的18%，如果踢掉的话，会不会过不知道。但是所谓的社会边缘说，一旦往外发酵以后，会不会不只是基隆这个选区，其他的地方再往上叠，会不会再出现这样一些情形？好，那另外再出现一个是花莲地检署今天正式起诉了，包括像明良珍他们在过程当然起诉书，所有来宾大家也都看完相关的一些起诉书，是不是也就跟基隆那些也是利用了民政系统，包括比对签名的一些系统，那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形。那所有这些包括屏东的国民党的屏东党部是不是也有被搜？那牵扯到是3地原住民委员是不是有死亡联署？所有这些一连串的出现，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到底这仗该怎么打？那要连别人的，到目前看起来，那你看到李孝亮所讲的，连了大概不到1/4，这所有这些剩货跟党中央之间的联系，那国民党到底出了什么样一些问题？但是对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来讲，这一仗真的是退此一步，急无死所了吗？那他是怎么说的？让你先看一下，来。我以一个很庄严的心情说，这是一场民主保卫战，这是一场台湾民主的保卫战。退此一步，急无死所，不是国民党的存亡，是台湾民主的存亡。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在野党。大罢免，民主国家是听都没有听过，罢免在野党想都不敢想，只有独裁者敢这样做。好，任俊再一次出现，只有独裁者敢这样做。OK， 当然这次没有讲独裁者叫什么名字，或是也没有希特勒的名字出现。OK， 只有独裁者敢这样做。但是对于国民党现在面临到了，刚刚已经是30席了嘛，未来30比几不知道，但是那个平心而论，30跟31再加一个数字，本来没什么稀奇的。但是现在全台35罢团全部会师基隆。就是因为那个边缘人说剩货还有什么狗吃坏了肚子拉出来所有这些东西，我每次都讲说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林佩祥要讲这些？他最近有上一些媒体啊，也一直在澄清说没有啊，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前后文啦或者什么类似像这些，但词就是出来啦，不是吗？因为主持人是基隆人啊，是。那我相信其实我自己认识很多基隆朋友。他们对于这个说法，他们其实也很纳闷，因为感觉上好像现在所有目光全部聚集在基隆。对，继去年7、8月以后，再一次全国目光在我们基隆。是，但问题就回到了这以前这个国民党有个立委叫现在国民党有个立委叫徐巧芯嘛，大家都讲就是巧芯得第一，现在都讲佩祥冲第一，为什么？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几个言论在发酵哦。其实我必须讲哦，您刚刚特别提到说林佩祥最近开始有上一些节目在澄清，可是在这之前。老实讲，林佩祥没什么出现在一般的谈话性节目，是他比较有，我跟他在有台同台过网络节目，他不是说平常会站在这边要对抗民进党或者怎样。你老实讲，你回来看他今天引发的这些言论，也不是他在政党跟政党的对立上面站在第一线，居然是对着一般的民众，而这个一般的民众被认为就是说，你好歹你当时这个选举的时候不也都要靠这些民众？当然，所以。最早的时候什么 1% 啊，那个top 1%，对，还要再加一个 top 啊。
我老实讲啊，因为这个他几个有争议的言论里面哦，那个在座我们也有一个 top one， 也有在旁边啦哦，就通常我们会觉得就是说，你今天当上什么政府官员，大家也是讲我人民的公仆，就即使你当选到民意代表，我都还是这样讲哦。有一次我跟元之在这个他上我广播节目，我会讲我们对立法委员这个职务其实很尊重，可是你今天有一些的言行，他能不能让别人给尊重？什么叫做 top 1%？所以呢，你站在高点看着我们嘛。我其实老实讲，对很多人来讲，这没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今天觉得说，我选上立委，他说，老实讲，我们在座这些立委，我们都是 top 1%，那议员呢？top 10，那我们什么都不是的人呢？我们 top 99吗？就你怎么会把人给作为阶级化？我觉得这是他第一个非常糟的。好。那个事件还没有结束掉，因为老实讲，那个东西已经开始，他会觉得就是说，你又觉得自己比较高等，还是怎么样？后面开始出现，才知道说，原来他还有其他的这个言论，包含到您刚刚提到的，今天出来，就是他怎么去看霸团的这件事。那我讲其实霸团，国民党你们也搞霸团啊，你们还有一个李孝亮，现在还在那边苦苦哀求，就是等着这个朱立伦看看他，就朱立伦今天被问到的时候。他没有啊，朱立伦今天进电梯被人家问到说李孝亮的时候，朱立伦就这样，门就关起来，他也不回应啊。国民党回应说什么？又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找这个朱主席啊，要不然他能找谁？他唯一能找的那个叫黄吕锦如，黄吕锦如他现在也找不到啊。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你现在后来发现到，原来这个林佩祥他在看待霸团的时候，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我老实讲，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是路边失败的涂鸦。你觉得这已经是很糟的形容词吗？没有啊，他还讲到说，他觉得那些就是那个狗狗怎么样啊？狗很可爱，不要让你这样乱搞，好不好？就他用了这些，其实老实讲他一开始先把人给分类，我这个是 top 的你们是这个中间的你们这个就是下层的，你这个已经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了，更不要你讲说什么这些是边缘人。他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寻得这个大家的关爱，想要让他说话的声音被听见，然后被看见。你永远不能理解，当他讲那个话的时候，你看他的神情，他是真心这样觉得。他不是为了做节目效果，老实讲，我们自己上节目这么多，谁做节目效果，我们会看不出来吗？他真心的认为，他看待这些人的时候，眼神跟他的内心的想法，他就是觉得那些他看不上眼。我没有看过哪一个民意代表会用这种方式，我也没有看过。那如果你叫 top 1， 那赖清德要说什么？他是 top 0.001 吗？因为全台湾只有他一个人当总统，你让他113个，对不对？他 top only one， 谁会这样干？我们所有人都在讲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如果你今天有选上的时候，但是就不好意思他就这么讲出来所以你看这一段时间，因为其他的人时间都到了，送件的都送件了，所以大家现在集结嘛就是说好嘛，那我们就到基隆去，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林佩祥今天这个样子，他其实老这样，我觉得他的那个言行已经跟他立法委员是不是任是两件事了。你跟他接触，其实我跟他同台的时候，他也很客气。是啊，他也很客气。然后因为他自己学识也不错我也必须承认那当然是我是羡慕啦因为人家家世背景好嘛他从小不需要这个太过于辛苦，因为或许他觉得他很辛苦但我自己觉得我跟他比起来，我们没有这么好的家世嘛我相信全台湾的99.9%的大概也都很羡慕他的家世。所以当你用这样子一个高下来比拟，甚至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然后看着这一些的言行，我觉得你们今天就像路边那种东西，我觉得它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啦。蓝营的选民或者是蓝营曾经支持他的人，有多少人会喜欢用这样的语言去分类你自己所接触到的群众？你怎么知道你哪一天看到林佩祥的时候，他在心里面怎么打量你的？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是怎么打量你的？当他跟你握手鞠躬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的内心觉得说，我他妈 top 1呢？我 top 1本身我过来跟你鞠躬，我给我票对的。我不知道那会很多的联想，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林佩祥有没有可能冲到第一，老师不知道。但是现在霸团，反正他们都已经送件了嘛。对啊。那他们现在要拼的是什么？正如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有一些他其实过了所谓的2阶送件的门槛送进去。
可是呢，因为他可能只有100几，那从过往上面来看啊，如果他有重复有怎么样，他其实势必未来要接受很严格的检验啊。所以霸团为什么都设定130的这个目标，就是他希望能够冲到这个分数。所以我觉得现在啊，林佩祥反而成为目光的焦点。老实讲，在上个礼拜之前，谁谈论林佩祥？对啊。我们不是因为主持人是基隆人不谈他，而是因为他就是选择那种我们大家都觉得就是被罢免的人，他有2种做法，一种就是热战，我跟你拼。林佩祥被认为他不是属于热战型的，结果才知道说原来他不是在我们一般大家常看到这个媒体上面发表这种很糟糕的。我老实讲，那已经涉及到非常严重歧视的问题啊，已经非常歧视的问题，而这些话出自在林佩祥的口中。而我也必须说，当林佩祥讲出这么多荒谬言论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国民党的人出来讲说林佩祥的这个言论其实是不恰当的。而这些话出自在林佩祥的口中。而我也必须说，当林佩祥讲出这么多荒谬言论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国民党的人出来讲说林佩祥的这个言论其实是不恰当的。到今天朱立伦这一些还在讲说我们就是要一直战，我也说啊，朱立伦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现在这样子说在野党被这样弄。我也必须讲，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在野党要进行反制的时候，反制到最后自己的一大堆人可以用俩给你不要再跟我讲说什么政治迫害因为我们今天可以从很多的这个起诉里面，还有很多的调查发现到这一些所谓被检警找去的人，他们的行径有多荒谬，而他真的就是真实的发生在台湾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本来大家都觉得基隆，因为经过了去年你说谢国良市长的一个罢免以后。大家都讲说，那就休养生息吧。那所以在这次整个三主席在所谓的2届罢免的时候，那基隆其实一直没有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太多。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仇恨值真的也没有这么高。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竟然全部会失在基隆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前面讲的所有这些言论。但就我说实话，我昨天在节目里头我问来宾，照理来说，2阶跟3阶不一样嘛。2阶是降低仇恨，所以你会发现2阶的时候。even 就算是傅崐萁、徐巧芯、王宏威，大概都尽量不在荧幕上面去讲一些大家会有刺激的话。你怎么会想到林佩祥他的2阶没过他的2阶是要5月23号才是最后的 deadline，所以你为什么要在最后这个时间冒出像这样的一些的词呢？这已经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情节，而那些词说实话是真的重，虽然他这几天要上节目或什么，而且你可以想象那全国30几个霸团全部会师在那。当每一个人喊出我边缘我骄傲的时候，那对全国民党的其他好了，包括元之待会儿可以回应这一部分，都是个麻烦啊。对我觉得林佩祥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有这个非常高的自我看法，他认为他是 top 1% 嘛，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说，他现在这个居然。在罢免联署书上面还差门槛差这么多，觉得有点丢脸了，赶快自己帮自己添柴火。那我必须说，其实真的是犯众怒了因为真的在刚刚主持人讲就是说在这之前真的没有什么人在谈论林佩祥。上个礼拜我也到基隆去，其实去看现场联署的状况，当然还是有很多热情的人来签，但是更多人其实是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我觉得先前这个基隆民政处处长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会让基隆市民，老实说，这是有点两面刃，有的会更积极出来，但也有另外一群民众，他们觉得说会有点担心，会不会我的户籍资料其实这些谢国良这些市政单位，他们其实都有掌握，会不会我去联署的时候，我的户籍资料又被更多的这个个资外泄，或者是被这些政府官员知道，会不会被查水表？这其实都是基隆市民在那个事件之后，有一部分人也有这样子的隐忧。那所以呢，变成说在霸团他们在去冲这个2阶联署的时候，也确实遇到了蛮多的困境。但是林佩祥给自己加了柴火，在刚刚讲了这么多他失言的部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生在非常棒的精英世家，我觉得这是你的出身嘛？对啊，就没有人有办法有选择自己的出身。可是问题是，
你当立法委员，我们都讲说民意代表，人民才是你的老板，你怎么会以一个我是 top 1%， 然后我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大家，好像是站在最高位这样子？到底凭什么？你凭什么啊？你到底是人民选票一票一票选给你的？而且老实说，如果没有你爸爸过去担任基隆市长，妈妈过去6连霸担任立法委员，这样子这么厚的政治家底的话，你何来能够来去当这样子的民意代表？所以我必须说，民意代表面对这些罢免或者是这些质疑的声浪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是谦卑自省。在过去的这一段期间，大家谈论林佩祥呢，恐怕就是着重在他过去上任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在立法院是没有主提案的，零主提案，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在立法院没有做事。当时罢团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大街小巷去宣传说，这样子的立法委员做立法委员的位置，却又不立法，尸位素餐，所以我们应该要将他换下来。但现在更让人家愤怒的是，林佩祥这种态度，他真的已经是让市民、让这些选民觉得说，奇怪，我选你出来羞辱我的吗？为什么你对人民的这些公民罢免权，你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待？去用很低劣、很低俗的方式，自己认为你高人一等，你出生在精英家庭的方式去看待所有的人民，那你怎么又能够为民发声呢？亮君，我们把因为今天林佩祥不在现场，那当然原之是国民党的立委。我们先还原看看刚才讲的 top 1%， 因为袁志平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其实也熟 ，OK， 你没有觉得你是 top 1% 吗？其实我第一次听他是可能要了解一下前后这样吗？OK， 对我要还原的意思是说，他讲那个 top 1%， 跟他讲说那个什么对社会边缘人跟所有这些，以你们人家了解，大家有误会了他吗？因为他一直说。他说什么？他有人要去政治操作、刻意扭曲或什么？真的有扭曲了他的说法吗？你不会你不会不知道他讲的什么吧？而且我这边有逐字稿，我念给你念给研究员听一下。林佩祥在直播说：“我们是国会议员全台湾2300万人，我们应该是那 top 1%， 所以你也是哦。”他的意思是这样，一定是你身为 top 1%， 那1%的优秀人才，讲话一定要有逻辑思维和羞耻，你不能没有羞耻啊！这一段是他的原文，他是骂其他国会议员，这一段是他的原文，我不管他骂谁，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 top 1%？ 他的意思是指说你们这些立法委员，我议员哦，那个原之是委员嘛，那所以林佩祥的意思也是说，你也是 top 1% 啊，他是这样。那段话大概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他觉得他是 top 1啊，第二个层次他应该是说，既然已经是 top 1，那他可不知道他在骂谁啦，也应该是在骂民进党立委啦。你这 top 1居然表现那么差，你有愧于这 top 1，我在猜可能是这样。你笑成这个样子，我在猜可能你笑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意思？但是他 top 1怎么来的，我可能要问他才知道。这里不是周星驰电影，不能公堂之上假设又合法。因为 top 1是怎么来的，可能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嘛。这个又不是我们对他讲，不晓得啦，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看那些啦。我只是意思是说，难道他真的觉得就是被大家扭曲成他的说法？那像社会边缘人那个，他也是真的就是讲社会边缘人这个啊。那我看了没有扭曲啊？对啊，没有扭曲。我觉得我不知道了，因为我觉得他也许第一个基隆状况跟我们其他区都不太一样，坦白讲，为什么呢？因为基隆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有投过票，刚罢过一次，所以基隆市民很了解罢免是怎么回事，就是你支持林佩祥就出来投不同意票。然后这个不支持林佩祥可能会出来投同意票，所以他们那边其实都已经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不是，原则我的意思是3阶啊。对，他现在是2阶还没过，他的还差几千份。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平常讲过了2阶到3阶了，你刚刚讲的是大家就各自吹自己的动员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他认为他一定会到3阶哦，真的。对，因为按照过去在那个谢国良的经验，他一定认为他一定会到3阶。所以既然热战的话，他就没有在管2阶还是3阶。OK， 就提早应战，就提早应战。所以他现在就是采用那种很热战的方式，这是他的策略选择。OK。那至于说他为什么气到要讲这样的话，对啊，我想可能什么事情真的他被扭曲，像我也有时候真的每天都想说，每天都被霸凌都被每个人都在乱讲一通这样子。我今天早上国防委员会，我去登记国防委员会，我也登记教育文化委员会，后来2个时间冲突，我去教育文化委员会，马上就有人把那个国防委员会那个招委叫我名字，我没到，就说叶人只有翘班的啦，怎样的，就是乱骂一通，然后
我是很难去跟他们解释。我就说那个就是冲突啊，他就说那你干嘛登记？我就说那就后来遇到冲突啊。我说那其他民进党立委每天也遇到这个状况，这是立法院常态啊。他就说你又要扯别人。就我每天都真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些人去对话。我想林佩祥是不是也在这种心情之下，然后才气到说讲出那样的话？来，有吗？这林佩祥有在这种心情之下，我是不知道他现在心情这种，但是他今天心情应该是还行啊。今天是他生日啊，48年前Top 1% 的这个林佩祥，今天刚好生日啊，48岁。但我觉得说啊，就是说刚刚这个叶元之一直在回避问题的核心啦，就是说林佩祥今天他讲的这些话，为什么大家会生气？生气的理由非常简单，第一个是你对公民的这些行动，你是用污蔑的方式去看待的，这些行动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如果你要去讲说这么低俗的去贬低这些罢免行为的话，那我觉得真正该骂的应该是那些违法抄名册的人啊，那些人才是有问题的。这些合法合规去进行公民联署来行使他们罢免权，一张一张去签联署的人，他们哪里有问题？为什么要用这么粗鄙的字眼去批评这些罢免团体？那再来就是。我必须说，所有的民意代表，你在尤其是这立法委员单一选区，那你一定会遇到说，另外一边没有投给你的人，大概也30%几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他仍然是你的选民啊，而且基隆就这么一个立法委员，基隆就这么一个立法委员，你讲这样的话，就是得罪所有的基隆人不是只有你自己的那30几%，就是说你自己30几%我巩固就好，而是你另外的那将近70%的人，你全部都贬低他们，你这样子作为一个民意代表，到底凭什么去指责所有的这些选民？如果你看基隆的这些选民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那当然基隆的选民一定会用他的选举罢免，他的这些罢免权，他的罢免联署书，最后一定会让林佩祥拿到罢免的 Top 1%。最后一定会让林佩祥拿到罢免的 Top 1%。不过现在看起来，将军最麻烦的是，第一个，林佩祥会不会真的把自己拱成？因为现在最高的是175，是徐小新第一名。对，林佩祥会不会真的把基隆就是他自己拱到那个联署的那个趴数变成最高？第二个是其他，我就讲其他一些地区，像中二选区的那些，它只有大概109，3组决人是大概109。对，其实那个是非常脆弱的不稳定数嘛。对。那你这样的话，因为没得罢这个，没得罢那个，那没关系，反正都觉得被骂到了，他就干脆在那个地方，就干脆再冲其他地方，会不会是会伤到其他地方的同志们？对，其实大罢免这一次35个，当时我们按照国军的战略的模式是贝多利分，你一下去35个，一定会有强的，容易做到，像徐小新啊，这热区一定会有冷区，是，那冷区的，如果你就保持冷静，保持躲在壕沟里，也许就过关了。你像徐信像他们所有那些地方，对，本来他们就仇恨值也不高，然后你就算要罢团再辛苦，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嘛。那但是他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仇恨值也不高，你再加上再低调一点，再什么就过了。对，你就比平常再表现的低调一点，那个冷区或许就这个过关了。那可是林佩祥这一区，我不觉得他本来是热区，是啊，他不是热区，他在没有，其实那个 Top 1% 他不是现在讲的，他是之前是之前在立法院前面不知道是守个什么活动，他是守在那边，然后国民党在直播，他坐在最边边，他在闲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讲出这一句话，他说我们这3个人也算是2300万人里面的 Top 1%，他是这样讲的这是全文他不是说我们是立法院的精英，他是说我们是全2300万人里面最顶端的那1%，他是这样讲的。那讲完之后，其他2位委员好像是女性的吧？我觉得他们2个那个表情有点小尴尬，因为没有人这样贴自己筋的啦。那这一段其实当时讲完也没有人注意到，因为是林佩祥讲的，那当时我是叶元之讲就变大事，因为是林佩祥讲的，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是后来因为现在到了罢免的这个阶段，他讲出了边缘人，他说这些罢免的人啊，都社会的边缘人。因为有了边缘人，大家才去回溯去找那个 Top 1%，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一比之下，林佩祥从冷区变超热区。对。可是呢，你越这样做，
同温层会越紧固。我想深蓝的对于林佩祥会非常的支持啊，他就是精英啊，他就是 top 1% 啊，你们嫉妒他没有用。深蓝的没有办法巩固住你的能量 ，OK， 你要去感动所谓的浅蓝，甚至中间浅绿的，你要把它抓到，你的能量才会加大。可是现在你跟林佩祥讲这些来得及吗？他听不进去。任何人你去跟他讲说，包含辉文，你说他也是也对蓝的比较友善嘛，你认为他听得进去陈辉文的话吗？他现在一定讲陈辉文这个人一定被绿的买通了。见风转舵，墙头草，所以我不要听他的，他一定这样想，绝对这样想，他不会认为说，其实辉文是为我好，其实这些以前的青蓝名嘴是为我好，他不会，他总觉得，你看怎么连你都要打我，好啊，翻脸啊，就这样子来，所以当你一个翻脸，两个翻脸，一直切到后来只剩深蓝，你可能真的会破178。不过现在看起来，袁姐刚就讲，所以对你们现在来讲的话。那个本来选区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讲到了所有的仇恨值之间的流来流去这些，当然已经到第三，因为你过2阶，你一定是准备3阶打仗嘛。对。那3阶打仗的方式，现在看起来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就全部都准备热战，然后所有相关的这些该怎么准备武器啦、设备啦什么，大家就是准备好好的干这一场，就是这样了。你们现在就这样讲。那个就林佩祥他怎么样？我觉得大罢免啊，虽然是大家一起啦，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影响不到别人啦，因为大家还是会看各自选区的状况。譬如说，他可能认为他不万，然后罢团讲，但我没有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讨厌我的人，他就是根据我的特质讨厌我嘛；喜欢我的人，根据我的特质喜欢我嘛。这个倒还好啦。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想要打一个联合战，譬如说我们新北市的立委，我们就有想说，是不是以后就联合做文宣，比如说联合做公车广告，或者联合做战车。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请原本支持我们的人出来投不同意票。他并不是我不需要再介绍我自己是谁了嘛，我只要讲说你就出来投不同意票。然后像我们新北市的母鸡是侯友宜。就侯友宜也帮我们背书，过去1年多，我们这6个新北市的立委在立法院帮新北市争取到什么？侯友宜认为立法院有国民党立委，其实帮地方是可以贡献很大的，由这种方式做一个诉求。新北市其实现在是准备要这样做，那台北也是一样，因为我也有看到台北也是用这种做法，他们是有5个立法委员被罢，那就是由蒋万安来当一个母鸡，同样的道理，就吹不同意票出来。那这个是我们防守部分。那罢民进党现在台北市，我现在看起来啦，全台湾啦，唯一啦可能还有机会民进党立委过2阶的，唯一可能还有机会就是吴思瑶跟吴沛忆，可能还有，但是难度还是非常的高。譬如说罢吴思瑶那边，他们面临到2个问题，第一个领衔人都找不到了，是，那领衔人找不到，那怎么样换备取领衔人呢？按照现在的法规规定是要有一半2000多的提议人送同意书就可以换，可是问题是现在中选会一直不公布换领衔人的办法，比如说那2000多份提议书是谁有资格去送给中选会，然后或者是说送了中选会，如果审查发现提议人资料有误，有没有补件的机会，然后公告的时间是多久，诸如此类办法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所以当然那个罢姚的人就会认为说，中选会是不是故意在卡，怎么连一个相关办法都没有？这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领衔人部分。第二个是联署书啦，即便是领衔人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我的了解啊，他们是设定5月20号以前要收集完到23000份，那个只是最低门槛而已，23000份。那为什么要到520？因为后面还有时间造册。那23000是最低门槛，还差多少呢？还差12000份联署书啊，所以现在还差非常多啊。那所以现在台北市的部分也一直在想要帮那个罢姚的去催票嘛，啊，像这就是5月18号台北市办的活动，反绿共战独裁政策说明会。那当然有一些人去主讲。那其实这个活动讲白了，他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搭配就是罢姚的联署一起在推动。其实民进党也都这样。那时候行政院办很多各地的政策说明会，到我们板桥来，旁边都是联署站，对吧？所以我们也是带如法炮制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吴沛忆的话，我的了解也是一样，像他的领衔人叫李孝亮嘛，李孝亮他们现在在推动要联署什么的，也是那个份数也是有瓶颈啊。然后那李孝亮今天又扯到什么说他都找不到朱立伦什么之类的，对对，这可见可能他心里也有一点点委屈啦，才会这样子表达。那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努力在帮忙。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或者我们这样讲，本来他现在已经是看30比几嘛，可是那个30，有人讲说，其实过了2届以后，到3届要投票，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冷却期。
但你去问，包括不管民进党的来宾或是罢团的一些人，他都跟你讲说，他们不担心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国民党的人会有人自己添柴加火，然后不断的弄这些，譬如像刚讲林佩祥的这些词，这些词理论上其实是不需要出现在这个时候。你就算往后3阶要各自把仇恨值都拉得很高，变成蓝绿对决，你也不需要对选民讲这些词。所以我刚才讲，是不是大家真的有什么误解？有没有什么？但是看那些词起来，他的词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些真的到了3阶，现在看30比几，真的国民党的人从以前到现在，真的是不断的添柴火这个样吗？林佩祥那个讲法当然是就是怪了，就是没有必要。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现在只剩他一个了，所以是啊，所以就变成说，大家本来就都会看他这一区的，因为没有别的区可以看嘛，所以什么东西，所以连那个他不玩都翻出来嘛，因为那个不是最近讲的嘛，多了。他翻那个 Top 1%， 然后他那时候不是讲说什么基隆文化沙漠什么的，大家就把他爸爸当过市长，妈妈当过立委也翻出来，就全部翻出来嘛。但是我觉得他今天讲这话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他是完整看过那个谢国良的，他应该最知道这东西应该怎么做。是，那但是我觉得他的状况就是说，现在或许很热啦，但是我认为他其实问题会不大，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市长一个立委，本来就唇齿相依嘛，所以他是完整的陪谢国良玩过那一次嘛，好，那所以理论上来讲他很知道怎么玩，而且谢国良那一次的陆战，我相信他一定参与很深，所以他等于比所有人都早打过预防针，所以他只要后面不出问题，我觉得他的问题不太大了，就是说以他的状况来讲，因为他是全台湾最知道怎么玩的人，而且谢国良那时候一场一场办的时候，他也是一场跟嘛，所以等于说他陆战他自己已经巡过一遍了。那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是说，所有人大概都知道要打热战了，是啊，因为民进党的热度很高嘛，你不能够指望他出来投的，然后不到25%，不到25%嘛，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啊。虽然比如说花莲台东我不太确定的，因为他那个回去投票成本很高是不是他一定能够跨过我不知道，但是绝大多数的地方他们大概都是非打热战不可。那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我一直在讲说你现在要搞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嘛。比如说你现在8双5看起来就是有问题嘛，就是有问题，那你这边硬盯之后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帮助嘛？其实就这些，比如说我这样讲，他们今天不是搞了所有的那个台北市议员去弄那个吗？你把这台北市议员通通抓回来顾票不好吗？你说顾那个反霸的这一块，对啊，通通抓回来顾票不好吗？松山信义的去帮你士林北投搞什么呢？对不对？帮你中正万华他搞什么？他能拿几份联署呢？就是你今天来讲，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你就把你的心力用在你该用的身上，大家也不会那么痛苦嘛。明明就是看起来状况就是不好，还要在那边盯个半天。候选人最难的就是承认错误，你知道吗？不是，尤其你要一个中央或是叫朱立伦他们承认当初以霸制霸这个策略错了，尤其走到现在走不下了，那等于是下招罪己啊。那是我的错，当初这个策略不对。那我们现在改权我们现在改一个方式，我们就只全力反霸，要承认这件事。不是都你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对不对？因为最后还是要拿出来，你到底翻出结果，你早做晚做而已嘛。因为国民党从35-0开始，到后来所谓的公投绑罢免，就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嘛。那其实我已经讲过，就说其实现在的社会氛围对国民党来讲没有那么不利。你想想看，3月的时候，在全台湾在吵雅雅案的时候，那国民党才是真被打到趴在那个地方，每天都在抗中保台跟大罢免。那你现在状况不是啊，大家一天到晚在看川普，对不对？的时候，你国民党其实不是没有角色，这个氛围对你来讲有利。你为什么要陷在一个过去那个不利的战场上面，在地方不肯出来呢？所以理论上来讲，你现在早点转弯，你也好去弄论述嘛，一边说人家罢免是恶霸，一边又要去罢免人家，然后而且最惨的是你还罢不过，然后还惹了一堆事。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泻药了，讲白了是这样了哈。那所以你何必要去做那些事情呢？国民党就是说理论上来讲，你现在因为你本来就是能量不足，你本来就是资源有限，那你应该要放在你可以做的事情上面嘛。就是说国民党从这一届到现在为止，就是说
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高的格局去看事情，一直没有去看中间选民。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高的格局去看事情，一直没有去看中间选民。做了很多，比如说你从那时候的国会改革到什么已经胎死腹中的花东条例，到后来选罢法，你不断的在为自己修法，你好歹帮中间选民做一些事情嘛。所以你像他的那个国定假日4+1，好，所以原本是简单粗暴了，但是问题是。反正民党回应也不好了，所以这个东西反而没有那么失分啊。对啊，那我觉得你就去做一些中间选民。现在国际局势这么不好，你包括产业上面的或制度面，你有什么法可以修，去争取一些中间选票？我觉得是比较实在。可是敏凤现在就像刚刚讲，国民党现在你罢别人罢不掉，然后还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然后李孝亮今天直接出来讲，就这样什么联络不上猪啊什么什么这些情形，那也凸显出了过程当中。不管是你说党中央跟他，因为有些人甚或把李孝亮的词解释为他是真被放生的感觉吗？要不然不用出来公开对着媒体上讲出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另外这个地方，然后在反罢的这一块，然后又一天到晚惹一堆的麻烦。林佩强那个词，显然以后在很多罢团的地方或在第三阶段都会被拿来用。你罢别人面临到这些问题，你要反罢的时候又面临到自己人惹一堆麻烦。对国民党来讲，最大问题就是这样。对啊，就是有一个人竟然可以得罪全国的罢团，那就是林佩祥嘛，对不对？那叶元之只是顶多念史书华怎么之类，他就得罪他那一区的。对，他也不担心得罪他。对，然后呢，可是林佩祥可以得罪全国的罢团，那我们就说他真的是 No.1 嘛，对不对？第一名啊，屈之无愧啊，居之无愧，没有人比他更强了。那所以说，那你这样子，那你说他是气到了吗？不是，我觉得他是觉得大家都已经送件了，没有他看起来就是不会过的样子。不是，你真的觉得吗？所以他就大放厥词了。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他也忍一阵子的。我觉得在很热烈的时候，他有忍耐。你看他也没有讲这些有的没有的。是。可是呢，突然大家通纷送件的时候，然后他的笔数那么落后，好像罢团要放弃基隆了，他就觉得他自己过关了。过关之后就开始上节目，就开始抒发内心的这个气愤啦，那个把实话都讲出来了，那所以终于就变成全国第一名了，对不对？所以啊，就一个人要做第一名是很简单的事情嘛，你只要稍微气愤一点就 OK 啦，对不对？那李孝亮的事情也就是这样，李孝亮他为什么我相信啊，党中央已经怀疑他在检调里面有讲部分的实话，所以呢，他为什么会联络不到朱立伦？那我说实在因为你朱立伦明明就当时就表示说我会帮你请律师，然后会照顾你。那我今天这个被检调出来2次，那你不管你要不要帮我请律师，你主席是不是应该要看看我们这些人，包括赖以任找来聊一聊天？这个是做主席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一个义务吧，就是说你有人被这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被面对司法，那你应该找这些人来安抚一下。美凤，可是这一段朱立伦会不会他担心的是，他如果找他来，接下来就说串供，你为什么要找这些人？因为会不会案情往上发展到中央党部不知道，你为什么？可是最起码你讲的是朱立伦，最起码要叫党中央的人跟他们讲说，党绝对会照顾关心他们所有的事情。现在可能有一些什么疑虑，什么串供这些没关系，但一定会帮。就如果李孝亮今天给人家的感觉好像是你们大家都不理我，对，不是，我会觉得说，好，如果你你为了避免串供，那你可以朱立伦在公开的场合跟他见个面嘛，碰个面。那我这样讲公开的东西就很难说串供。那你比如说我主席不是到处都是现在都帮谁在站台吗？那你也可以去那边鼓励一下说，我们要努力的罢免吴沛忆啊，这样去那个摊子上面，那个也是可以啊。其实应该要去嘛。对啊，就是应该要去啊。因为现在国民党现在面临到好像就大家都没有人在理这个。2个罢我之后时间到0的时候，你不是更糗吗？更糗一顿，然后就啪啪啪再打脸一顿。所以说，我觉得朱立伦，然后最更好笑的就是杨志宇就说：“哎呀，党中央不是只有主席，你也可以来找我啊。”那你是谁啊？我也不晓得啊。然后人家问他说：“那主席怎么样？这样
啊，我也不是说可以直接联络到主席，那什么每天都在哈拉，那我觉得你就是在欺负人家弟弟嘛，就是说你小朋友这样的感觉，难怪李孝良妈妈那么生气。我觉得这个东西，李孝良这个东西就去馆长告状，可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互相双方已经没有什么就你说李孝良跟党中央之间，对，这已经没有相处的必要了嘛，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事情台面化了，你去跟馆长告状，那你觉得朱立伦还会理你吗？朱立伦也不会理你了。那我觉得朱立伦就是，谁也找不到他，好奇怪哦，连杨志宇也不一定找到，你们发言人找得到你们主席吗？找不到吧？对啊，可能找不到。所以发言人都找不到主席，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发言人随时要发言，要表达党的立场，当然要跟党主席沟通过我们党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讲，这样才对啊。他竟然可以推到说啊，你不用，我也不一定会找得到主席啊，那你没事你也可以来找我或怎样。我觉得李孝良当然可以去找戴喜清，因为他做了代理主委，党部的主委。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我觉得他们有点委屈啊，就说他们为党好像他们觉得付出不少，然后跟妈妈也吵了架了，那为什么主席对他们不管不顾？然后甚至于就说，如今罢免碰到瓶颈了，那继续要以罢制罢的指令是谁下的？是朱立伦下的。那你既然你可以就说去摊子上面也没有到，然后靠任何场合都没有去过加油打气，我觉得那你朱立伦就在玩假的嘛，那你何必让小朋友继续玩假的呢？到时候这个时间一到，2杯都没过，那你不是30几、29或者30比0，那不是一样难看嘛？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从头到尾都显示朱立伦在这个硬的策略上面，他还是不行的啦。他连这种人情世故，他都躲得很远呐。那躲得很远，我问你，政治在玩什么？政治有时候也是玩人情世故嘛。那你这样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的时候，你去我请问你，如果你去那个罢免的摊子上面跟李孝良握个手，不算串供吗？我必须讲哦，就是说，我不知道李孝良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觉得他成为了林佩祥口中那个边缘人啊？全世界对不起，是啊，就是罢团就是边缘人，他现在不是罢团吗？不就边缘人吗？你不要 follow 林佩祥的说法嘛。但是我就讲，就是说，我就没有 follow 林佩祥，林佩祥就是这样说的啊。是啊，我就讲嘛。全台湾的媒体都知道，朱立伦今天早上搞了这个一堆车，在台北市议会那边叫什么议员，大家通通集合。李孝亮，你会不看电视、不看新闻、不看报纸、不看媒体的吗？那为什么你没办法到现场去？他去拦车？不要，你可以到现场去啊，还是有人叫你不要去？你说最起码他可以去馆长那上节目，他可以直接到那里去。当然啦，朱立伦对罢团的态度，我必须讲哦。如果大家回忆在一开始的时候，罢团那时候就是因为这2个人嘛，就李孝亮跟这个什么赖以任不是被约谈吗？国民党那个时候朱立伦说什么？因为很多人骂嘛，李孝亮的妈妈也批评嘛，朱立伦说会提供他法律协助。从此之后，你几乎没有看到朱立伦再提起李孝亮这个名字了。事实上，这个名字有没有从他嘴巴说出来过，我都非常好奇啊。朱立伦可以为了黄旅锦如被约谈，带着大家去冲北检，然后还要否认说我没有冲北检，然后再带着群众跑去中正医说我没有去包围，还要发贴纸跟大家讲说大家都是手谋。黄旅锦如是为了什么东西被约谈？不就为了李孝亮他们搞了一些联署的事吗？结果今天国民党的发言人杨志宇出来讲说，不是什么都找主席啊，我不找你主席，我找谁啊？你说去找戴习清吗？对了，戴习清现在是台北市党部那个代理主委啊。你认为戴习清跟李孝亮见过几次面？我也很好奇啊。当时黄旅去跟李孝亮谈的时候，有没有提到党中央要什么？有没有提到党中央希望什么？因为你如果从接下来我们后面会谈的几个花莲的案子、台联的那个台南的案子，甚至基隆的每一个都跟党有关啊。甚至台南那个明白的告诉你讲说，不好意思哦，你联署完之后还要送到党中央。更荒谬的是，你国民党一天到晚在骂罢团偷跑，你如果去看起诉书上面跟你讲送的时间是2月1号，你们也偷跑啊？骂什么？朱立伦有没有躲李孝亮？我给各位看，5月10号的时候。刚刚主持人讲说，大家一起去联署点很难吗？有啊。朱立伦本来说要跟这个李孝亮一起啊，早上8点的时候说大家一起在东门市场那边，结果后来国民党党中央说什么？你知道啊？雨太大了，我们不去了。所以李孝亮听说，国民党不去了，是不是？好吧，主席都不来了，对不对？李孝亮呢就跑去了哪里？他就来看一下媒体报道。
李孝亮独自在万华区果菜市场前摆摊收集联署。你说啊，因为雨太大了，朱立伦不去吗？没有，他8点跟你说不去，10点朱立伦自己跑去东门市场。5月10号那一天，没有，因为他国民党上午8点宣布取消行程，然而朱立伦仍然在10点左右自行前往东门市场。对啊，因为大家都笑说朱立伦你好弱，连雨都怕，所以他后来又跑去了。好弱，连雨都怕，所以他后来又跑去了。不是嘛？我就讲嘛。你说意思说他不是故意要糊弄李孝亮的，他是怕淋雨。你为什么不敢讲话？他就是直接就糊弄他了。我讲白了，他就不想跟李孝亮扯上关系嘛。直接打击年轻人呢？我没有打击年轻人，我在打击朱立伦。我觉得李孝亮，我老实讲啊，当我听完李孝亮那个说法的时候，我其实老实讲，我内心觉得李孝亮，你是不是觉得你要退了？对呀，你觉得他对这种答案有什么好留恋的？连主席都这样了。你现在是野斗逃，你还帮他解释？就你说，国民党发言人，老实讲，你很难看到发言体系会直接这样讲。又不是在找主席。我突然想到了，朱立伦好像讲过类似的话。你们那些要被罢免的，不要动不动就打电话给我。我的天啊，被罢免的不能打电话给你，然后要推动罢免的不能找你。哇，你这个主席刚刚在受访的时候，你还讲的跟真的一样。哇，这个我们就是要对抗，我们就政治怎么样？这些年轻人在下面流血流汗，你不理他，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你拿来作为自己政治上面说，来巩固自己啦，都是我在推动，我们在努力。对，那我讲实话，对这个年轻人来讲，情何以堪啊？他今天寻求一个，通常一般政党来讲，我就用常理来说啊，当一个推动罢免的，他今天已经面临到司法要追诉的问题了。他也面临到这个联署上面，而且他公开讲说，我就只有收到6000份。理论上面来讲，推动以罢制罢的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是不是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应？结果居然派一个发言人讲说，不是什么都要来找党主席。我非常纳闷啊！我不知道李孝亮到现在为止，他是不是还觉得他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认为他在做对的事。OK， 只可惜他所做的，他自以为对的事情，可能在国民党有些人的眼里面，最少你今天大家看到朱立伦的那个完全不回应，包含国民党杨志宇的那个说法，以及李孝亮他现在告诉你，他就是孤立无援呐。讲白一点，他就是没有这些人帮他啦。你以为朱立伦找的那什么20几台车，那个大家在真的去绕街吗？朱立伦，你后来干了什么？你后来结束，请问车开走之后你去哪里了？你有跟着大家走吗？就只做了一场秀，秀完了之后，这件整件就结束掉了。这就是现在看到国民党的党主席面对你们所谓口中那些非常难得对政治有热情、有希望透过自己力量改变那些年轻人，你给他的最残酷的回应啊！张俊，而且今天本来有要联访。对，也取消了，后来取消了。记者下雨吗？没，今天天气这么好，没有下雨吗？对，天气这么好，没有，心中在下雨。朱立伦心中在下雨。刚才任俊说李孝亮有没有后悔？后悔了。李孝亮参加那个网红馆长直播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什么话？我好羡慕你们白银很团结。是不是后悔了？李孝亮早知道加入民众党，他不要加入国民党，他不会到处去告状啊。对，他后悔了，他觉得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主席怎么连理都不理他？如果说王国璋是我的主席，他早就召见我了。李孝亮现在是这样想，他后悔，他想要加入民众党，所以你认为连李孝亮这个信心都已经动摇的时候，这个罢免这个双吴的之一的李孝亮还会罢下去吗？吴佩益这一席，对，吴佩益这一席，我觉得很难呢。他说他只有6000份，他只有6000份，那一区要23398，不是国民党有下令吗？说什么每个议员要交1万份嘛？没有，有小平说是小平，对，说每个议员要交5000份，然后小平甚或点名那个是钟佩君还是谁讲说，如果真的有意要选这个未来的，要拿1万份来，对。国民党中央如果下令议员每个人要交5000份，那这些份数呢？如果不交会怎样？就算了，不会怎样，国民党就这样嘛。国民党就这样嘛，一人交5000，不交。袁志，你等一下回应一下，来，将军，你等一下回应一下。不交不会怎样，不交。那党中央下了军令，你们都不理我，不要说交联署了，我告诉你，连那个职务捐不交，你都拿他没辙。我当主委的时候，有议员不交职务捐，我说好，那我要公布在网站上，说哪还没有交，我被骂翻了。
我被骂翻嘞，你在干嘛？我们党是靠钱在领导统一的吗？我说那没有钱怎么办？没有钱你去收啊，那我不能公布，不能公布就不能公布。国民党是一个没有公权力的政党，真的，很多议员的职务权你收不到，你问你亮君他敢不敢不交？赶快交，民进党一定会交，最快提名权会受影响。对，国民党没有办法，国民党就选钱啊，你不要说不要职务权，连党费都没交，他一次缴3年4年的党费，你知道吗？你一样要给他盖章，给他推荐。国民党就讲你不缴能怎样？所以像小平这些国民党资深市议员，他理你啊。然后我再讲你要知道国民党现在的做法，他到底是要罢免还是要反罢免？他在台北市议会至少找了25、6辆的车子吧，要去游街嘛。那游街开到了罗志强的选区，我们要反罢免、反恶罢；开到这个徐小新反罢免、反恶罢，转过去到了万华，我们要罢免他，我们要罢免他。那个麦克风手会错乱他会错乱，一下要罢免，一下不要罢免，你搞得我好烦啊！所以没有办法，他只是要造势。朱立伦只要造势，就是要看看我在台北市议会里面我还有没有影响力。我主席一声令下来多少台车，他要造势，造势不联署，造势不联署。看起来决心很强，没有目标，反正就是游车河游一圈。然后另外我讲关心李孝亮，朱立说我很关心他，对，可是不联络，那你李孝亮都已经到馆长的节目上说我都联络不到主席，你们国民党的官僚体制好严重哦，每个人都。你现在看他还是你们国民党吗？你觉得他是？你觉得他是前国民党？你觉得我这个前国民党员会不了解国民党的官僚吗？这个官僚体制实在是太严重了。你光用官僚形容国民党，你是客气了，非常官僚，对，层层节制。对，你想越级报告啊，先找我发言人，对不对？先找这个文传会主委，你随便可以找到主席啊，这还是皇帝的时代，国民党就这样，没有改变。然后我告诉大家朱立伦的温度的确不高，真的，朱立伦温度的确不高。他对杨志宇、对林涛的年轻人温度很高，可是对李孝亮、赖宇任这些人温度不高。为什么？你找麻烦的人，这小事都做不好，叫你去抄，他没有，叫你去联署，你还联署错，那这能干什么事？你看林涛多厉害，有我在，桃园6席安全，这才叫气魄，对不对？这才叫气魄。朱立伦的人都是很有气魄的，这朱立伦选人是非常非常能够真知灼见。可是叶元之有一阵子也是朱立伦的人啊。谁啊？叶元之啊。叶元之一直都是啊。对，所以叶元之就是朱立伦眼中安全的那一席嘛那我要告诉大家，刚才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换领衔人的规矩没有讲清楚。民团罢免35席，有没有要换一个领衔人啊？35席从曹信成到史树华，从北到南，35席有没有要换一个领衔人？国民党15席就要换一个，而且还搞得沸沸扬扬。你国民党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讲嘛，15个人换一个，人家35个没有要换，全部都往前推。然后呢，为什么今天议员的游行不找李孝亮跟赖宇任？大家可能没搞清楚。这个车子是谁出的钱？议员出的钱啊！我出的钱，让李孝亮跟赖宇任站在最前面，享受最强的掌声，然后明年初选跟我拼。谁会让他上车啊？今天我是国民党的议员，朱立伦叫我出了钱，我当然要站在车上跟主席站在一起啊！你看我有多忠诚，所以下次要投我。最后站在旁边的是赖宇任，是李孝亮，国民党的议员不会这么宽宏大量吧？来直接回应一下，像国民党真的放生李孝亮吗？我觉得如果李孝亮跟赖宇任要选议员，国民党本就应该要栽培他们。是啊，对啊，就是他们那么认真冲到第一线，这个我认为大家不应该去。但是眼下你看，你觉得那至于说为什么他现在份数不够，然后主席之前有下令说每个议员都要交联署书嘛？可能还在连呐，因为这个下令是上个礼拜的事嘛，就需要一点时间。很久了，好不好？上礼拜是，对，不然的话，主席又宣誓了。早上听说每一个议员都到了，那大家总不会是一起聚在一起？因为明年要提名了，因为明年要提名了，一定要到。可是李孝亮他去宁可到馆长那个地方去吐苦水，或是有人说告状，然后馆长要讲说你们蓝营高层到底在哪里？对啊，为什么不干脆就像你讲，就照理来说。他跟中正万华这些议员应该大家要联系吧？就你们要帮忙，因为他是领衔人，然后你们大家各自要连多少份出来。对。可是刚才将军讲的是不是因为大家有利害关系？你未来会不会是跑来要跟我庆祝的这件？会不会因为这个样子，甚或议员之间？对啦，大家都知道，你听小平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其他哪一个议员到底是不是不好得罪绿营的人，所以他也不愿意连。
就你们现在内部真的好复杂。我觉得至少市营北投是没有这个状况，因为像比如说张思刚啊，可是我们在讨论万华跟我知道，因为这两区嘛，中正万华，我认为也不至于啦，因为中正万华本来不是李孝亮，就会有另外一个新人出来嘛，国民党的名额就是这么多嘛，所以没有必要去卡李孝亮。那可能就是是不是？我听说就是中正万华有的议员他不太想参与这个联署啦，所以在整合这一块遇到一些问题。那当然，小友哥刚讲，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做。譬如说，因为现在黄旅在里面了嘛，那后来戴其清议长他兼任主委，他就应该要召集议员和李孝亮的团队，大家一起每个礼拜要开会，然后怎么样去达到目标。否则真的让李孝亮出来讲说只有6000份，我真的觉得听起来这是不是让人家会有点对人家霸团霸你们霸的这么风风火火的，对啊。然后你们只不过现在看起来只有这2区能攻了，然后还攻成是这个样子，这个将军要补什么？我补充一下哈，原资可能现在是立委了，因为我辅选过地方的议员，地方的议员初选是杀到见骨各自己内部真的杀到那个国民党的议员在重选区里面对自己的竞争比跟民进党这个竞争还要强烈，多席次嘛，对，多席次。你想想看，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党内的人，不是绝对。然后你看李孝亮，如果这一次罢免这个吴思瑶，搞得风生水起，哇，吴佩益罢免吴佩益，搞得风生水起，然后知名度暴增，下一次同选区的这些议员会不会怕？会怕因为议员你不要说我是老议员，所以很稳。你被吸掉个300-500票，你可能落选。OK， 你可能落选，所以没有人愿意冒这种险。所以我才讲，朱立伦今天没有把这2位罢吴团体的人叫上车，跟着一起游这些，那是表示朱立伦是有经验。可是任姐刚讲到这些以外，国民党内部还真的，国民党有议员直接讲说，那林涛、欧小林，那要不要就是出国去玩，然后他出机票了，对吧？为什么这内部就搞成是这个样子啊？不是，老实讲就是说，就是现在看起来有很多的议员在这个阶段里面，因为立委有些不方便讲话所以黄建民那个还有后续，那个才更好笑，因为他当时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意思是说我出钱，我那天跟林涛同台，你知道吗？林涛还跟我讲了一句说，有人要出钱让我出国，我都不去啊。我还想说你在讲什么，后来才讲到原来是黄进平，结果没有想到黄进平那时候讲的时候，翁小玲不是还回应吗？对。翁小玲的回应说什么？说我们相信我们都在做对国民党对的事情都在做对的事情请他不要太担心。结果黄进平居然在报说，其实呢，这一个翁小玲呢，还透过陈玉珍打电话给黄进平，跟他说，你不是跟我说要出那个机票让我出国，我真的要出国了，你要不要来出机票钱？真的要？黄进平说他非常傻眼，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讲，因为已经出钱了，要跟我女要钱，不是啦。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再讲话了，对嘛？只是借那个讲这好笑而已。结果没有想到是那个欧小玲居然真的找人传话给黄进平说，你不是要出吗？我真的要去美国。国民党要出国，真的。林佩祥也应该要出国。不是啦，因为老实讲，翁小玲出不出国，他也没什么被罢免的压力嘛。可是其他人有啊。不是，可是他讲话有可能会让其他面临到罢免的人，就像刚刚提到那个李孝亮李孝亮第一次抱怨这件事吗？不是，没有啊，不是。5月6号的时候，李孝亮去参加网络节目的时候，直接就公开讲他觉得他在罢免这个战里面叫做单打独斗。他更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觉得中正万华的议员整合度很低，所以呢，如果那个朱立伦下军令考核，但你没有相对应的法则，根本没有任何效力。这不是跟他刚讲了吗？没错。5月6号的时候，李孝亮就讲了。今天国民党说好我们怎么可能会不帮忙呢？我们找那几台车，你的车多可爱，你知道吗？今天如果大家看那个新闻画面，那个车就是大家统一由某人出钱做了布条据悉应该是台北市党部有人就都帮忙出了钱所以那个布条全部都统一的嘛，又印好，赶快印嘛，印完了之后就挂在车子两边。那我们的好朋友呢，那个刘彩辉更可爱，他骑一台脚踏车，把布条披在上面，那也算战车一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着去骑了可是对于李孝亮来讲，你今天告诉我说他今天看到这个车队下去找，他真心有觉得国民党帮了他了吗？他今天看到这个车队下去找，他真心有觉得国民党帮了他了吗？
他真心有觉得国民党说，我今天搞这个车队走完了一天，车队你有什么时候看过？大家为什么只挂布条？因为很简单嘛，今天主席要看啊，我就把它凑一凑，大家就出来给主席一个面子，不要说我们好像动不动。所以议员每个都哇，车子也出来，然后呢，有些还站在那个车那个皮卡上面，好像就是我们都尽了一份力了。但我觉得最现实的是这一点啊。为什么在当地要推动罢免的人，却没有办法得到当地国民党的人的支持？我觉得李孝亮是很明白而且很残酷的点出了这一点，而朱立伦当作没听见。那或者如果真的讲的话，国民党内部这么多像这样一些，连自己内部都发生这样，李孝亮要讲话，然后内部林佩祥又丢一个炸弹，然后所有这些，可是你注意看，朱立伦一直到现在，刚才一开始的那个画面，朱立伦只要讲独裁者才敢干这种事。然后赖清德就是独裁，然后所有也就是说，你只要找到一个我们讲说第3阶段以后出现的一个稻草人，只要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弥平内部的这样一些争议，或是淡化掉，让大家不要注意到这。所有的人只要讲到赖清德，目光一致，同仇敌忾，面对赖清德，问题都解决了吗？他现在当然一定要形塑成这样子，就是说我当然要讲，一切都是司法迫害，一切都是打压，大家才不来找他算账。好，但是我觉得他实际上的状况就是说。你的策略本身是有问题的。刚刚讲说国民党为什么地方的议员不愿意？其实本来要地方议员去做这个，大家就没事，我干嘛去得罪人嘛？那问题是你如果会成，如果真的会成，那也就算大家就聊了。大家看看也没有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来讲，你看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各个直辖市长他们的目标都在守住的。好，你看蒋万安最近开始硬起来，他因为他这样的状况，到后面的时候，他如果按照他原本那个软趴趴，后面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上台啦。所以你看到蒋万安最近感觉有硬起来，就是说他的目标都在守住人。现在打罢免的其实只有你朱立伦一个人要嘛，一个人要你，要不就支援下来嘛。找议员也不是说理论上来讲你多少要给一些资源啊，那也没有啊。那实际上来讲，你到底有没有下那个军令状？因为现在每个人5000。是他们议员自己互相打来打去的时候讲的啊，对不对？你到底有什么诱因让大家去做这件事情？那你现在的状况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在坚持这件事情嘛？其实国民党其他人，你今天来讲，你罢双5对叶委员来讲，你有什么好处？对，你还不如把那些心力来做。但是你看现在朱立伦是说，他不管这一块啊，那块其实他现在看起来是卢秀燕啊、蒋万安、侯友宜这些人在做啊。OK， 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在坚持一个错的目标，然后不断的在那方去应。我想讲说，你理论上来讲，你今天来讲要打热，因为你罢免要打热战，你国民党就是一定需要中间选民。可是朱立伦现在的状况是还一直在守着那个深蓝那一块，那对国民党来讲，整个状况来讲是不利的。他做过行政院副院长，他是财经专家，其实关税的这个题目对他来讲其实是有发挥空间的。他前一阵子讲税的时候也讲税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也讲得像模像样啊，对不对？如果说你真的可以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有一个统合的态度，能够告诉大家民众说我们在做什么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其实是好事。OK， 李孝亮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迷途的大军》。那是在讲，应该是讲2战的时候。那2战的时候，一支美国的部队，然后那个领军的一个应该是中尉还是少尉，然后他是一个律师，你知道那个打仗就被征召去，然后他带的所有的部下都是来自布鲁克林区，然后就是我们传统上讲，这里有恰龙恰后的，然后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鸟他，就那支部队走到一个大森林里面，跟所有的部队全部失联。然后面对到德军优势的所有的攻击，但是就靠着这个应该是中尉吧，还是少尉，反正就靠着他把所有的那些恰龙恰后的，到最后全部都信服于他。所有的人守在那个地方上面，偶尔能够联系得上，就跟他说：“你们守好，因为他们那个位置太重要，是能够牵制所有德军的那个。”他们就一直守在那个地方，跟他说：“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了，你们要坚守下去。”他们从一路走，然后包括要传讯出去，没有抛信鸽，一定会被打下来。连出去摸探哨的人，结果回来就只剩下军牌，就是全部都被杀了。他就把这些人打到最后守到德军几次跟他直接招降说你不会有人来援了，他还是带着这些人坚信他们一定会来救他们。
所以他们一直守在那，守到最后是突然有一架飞机到处飞，就看到下面这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结果才描绘出他们的位置，然后回去，然后去救了他们。最后那一幕是他所有的士兵只坚持跟着这个少尉走，然后他的将军来了以后说：“你们太棒了，你们牵制了德国所有的部队，然后因此我们能够达到什么？”那个少尉只问了一句话：“将军，真的有人会来救我们吗？还是从头到尾就是糊弄我们的？”那部戏就是这个样子。不要看好了，越看越悲伤。你知道那部戏其实超好看。那我不知道这所有的那个感受上面来讲，我不知道李孝亮是不是这样一些的感觉。差不多。可是所有的状况是，如果真的像后志刚刚讲，打就打像样，要打就认真，要不然的话就守住某一个地方。将军最清楚，打仗就是要牺牲掉一部分，你要守住大战略的地方。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但是眼下对国民党来讲，还没有解决掉的问题是，因为司法的案件一个一个出来，包括今天，花莲地检署起诉了明良珍，然后包括屏东，国民党党部被搜，所有这些算人员是，我已经算不清楚这是第几个党部了。因为从台南开始嘛，台南嘛，啊，先有台南嘛，啊，再来如果从再往上这个再上去嘛，啊，新北，然后台北嘛，基隆嘛，台中啊，花莲宜兰嘛，对啊，然后现在屏东嘛，OK，你要直接说哪几个党部还没有被收就好，比较快。然后现在，花莲地检署，然后再起诉，大家会看起诉书，你看起诉书以后，有很多人讲说，对。难道所有的民政系统跟党务之间，或这次罢免，真的都可以这样搞吗？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让大家觉得更纳闷的就是说，哦，国民党在涉及到这几个案子里面啊，第一个要推动罢免的出问题，你连要抵制别人罢免你的反罢免你都出问题了，这第一个荒谬了。第二个，过去认为说罢免本来就是政党跟政党之间的对抗啊，我讲谁会讲说民进党没有参与？谁会讲国民党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个还在政党之间，我觉得民众可以接受。当然，但在这一次里面是涉及到连具有公权力的公务人员都涉入到其中，那个才可怕。基隆为什么那时候大家对于民政处长那件事情这么生气？我们再怎么讲，就我不管你是中央还是地方，不管你是民进党是国民党，所有你中央跟地方，你所有的行政系统，你就做你行动跟老百姓的事，你不要扯到这里头来。基隆大家生气的地方是在这。是。花莲如果照起诉上来看的话，显然也是出现这个问题。花莲这个哦，你看他一开始起诉的这个侦查结果，就是说我涉犯这个公务员假借职务上的权利，违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嫌，就提起公诉嘛。但他到底怎么去运用的呢？很简单，就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明良珍哦，因为他是担任这个花莲的这个民政处的处长嘛，啊。那结果呢？你看哦，他是说呢，其实由明良珍当时啊，他是虚以跟呀啦，哦，就随便编一个理由啦，虚以的，应该这个意思吧，大律师是跟呀公讲说那个花莲选委会哦，要进行提议人的这个名册监察，说有时间压力啊，人也不够或干嘛，所以他就指示花莲县的各户政事务所的这个主任，必须对于这个罢免案，就是傅昆萁的罢免案，他们这个称为叫细侦啊，就这个案子哦。这个名册要进行真伪哦，签名的真伪，还要进行实地的严格查访哦。那当场也有人提出异议哦，不过明良珍仍然执意要求啊，各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应该强力及时行。好，他用了什么方式你知道吗？他就明明知道说，今天就算要查，其实也是由选委会来负责，不是由你这个户政单位说，我们来负责主动查核，其实不是哦，他有权责上面的问题，但是呢，他居然去要求什么？你知道？他要求呢，各户政事务所你要怎么访查？用提议人签名的空白查询单给各个户政事务所，然后做什么事情呢？提出各户政事务所可以透过户政系统查询提议人在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到户政单位去办的时候，都会用电子签章，结果居然去调你的电子跟纸本的签章来相互比对提议人名册签章的真伪，合理吗？我们在过去查的时候有用这种方法吗？我今天电子签章，我的签名在这上面，就属于我个人资料，该被你保。我们不会去认为公务机关你给我出示一个证明了，我也不会在签名旁边写说本签名仅供户政机关使用，因为我相信它是公务机关，它不会这样乱搞。我再套一句这个国民党这些林佩祥的说法，
林飞翔说，哇，你们名单可能被联署，又可能被抄袭，还去增加联署数量，甚至好几条有没有可能被什么诈骗集团利用？哇，你这个更可怕嘞！公务机关直接进来，好，明亮真的状况是那个花检在进行调查之后，他矢口否认，而且呢删除他的这个通讯软体里面的对话记录，甚至把责任推到下面的公务人员上面。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检察官没有具体求刑，但是他建请从重量刑，从重量刑啊。所以我会讲，就是说，对于花莲的这件事情，他是第二个被认为公务人员事实上有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介入到选举，介入到罢免的这个情况。那我就讲啊，当时在基隆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曾经在这节目里面讲，我说基隆会不会让大家担忧？这不是唯一一个。花莲现在更可怕。如果我今天选务机关或我的户政机关可以用这种方式直接介入，而且我大拉拉的把你的资料调出来，我就请问一件事情：当你真的在负责查核这个联署书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查核的是不是我送的？你这么莫名其妙给我塞个2张、5张、8张，然后跟我说是假造的，我怎么会知道？我还要回来对我的名册，当然对现在大家罢团也都知道嘛，我想尽办法，就是我这边要留存影本，你有争议的东西我拿来弄。可是当具有公权力的事件一样进入到这里面来的时候，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啊，国民党一直在喊一直在喊啊，我要讲说没有，全世界没有这样干的。那请问全世界有多少个政党在面对到跟处理这种所谓他们自己推出叫反罢免跟所谓以罢制罢的状态下，居然结合了自己的党务的力量还有公权力的部分一起进来下面乱搞？如果你看花莲地检署这份起诉书的话，跟观众朋友大概讲一下那个你要怎么读这一块，因为你会发现前面花莲地检署前面几段都在巩固一件事，就是这些人因为讲说中间开过几次会什么什么，他最后都有一句话，你们这些人都知道，在会中大家一直在讲这些权限，就是包括要查核啦或什么，都是选委会的工作。然后后面才讲，结果你们他前面是巩固说你们都知道这是选委会的工作，因为开好几次会都有讲过。结果你现在是用民政系统透过户政的一些人去做选委会该做的事，他先巩固这一块，然后再来就任俊刚讲的，然后甚或是用去那个签名电子档比对所有这些。亮君，其实本来大家这件事情还记得花莲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讲查水表，那时候本来只是在讲说是不是查水表？你是要让一般民众心生恐惧吗？以后不敢再去联署？本来以为是这样子，结果一弄三弄，等到起诉书出来以后，才发现又是一个民政系统介入在这个里头的事情。对，所以你看到说现在为什么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就是说从基隆张渊祥民政处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他透过这个户政资料，然后来去协助那边要罢免民进党议员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你看花莲这个是更夸张了，就是你民政处去跨越你的职权，也就是说这明明就是选委会在做的事情，然后是跨越职权去把人家一般人民去做电子签章的这个资料把它拿出来，然后去做比对，这其实是让人家觉得很可怕。也就是说，所有你只要这就是国民党在告诉大家说，只要你在我执政的县市，你所有的个人资料或者是个人签章，只要我想用，我就可以用。你所有的个人资料或者是个人签章，只要我想用，我就可以用。用在什么地方你不用管，反正我想用就可以用，因为我掌握了行政资源，我是掌握行政大权。所以这对很多的人，当然就会觉得说，第一个大家觉得想说会不会查水表会很害怕，但是第二个是，我觉得也看得出来国民党一个很根本的本性难移啦，就是党国不分啦。因为从以前他就是这样嘛，就是国家的财产也就是党的财产。那我今天在花莲执政，我在基隆执政，所有这些市民、这些花莲县的县民的所有资料，对我来说，反正我就是个人资产嘛，就是我反正今天我执政，那反正如果说要国民党要搞罢免，好，那就来用户籍资料。那如果说要来比对，好，我们就来查你的电子签名。所以这还是体现了国民党根本的本性，就是党国不分啦。那其实除了这个花检以外呢，我们看到说在台南的这个起诉书里面啦，在台南市党部国民党台南市党部里面，它也有非常多的资料。我看了我一整本看，我真的是觉得瞠目结舌。这其中一个有看到说，
这下面哦，他讲到说。这个收集联署书的摆摊就是摆个形式啦，哈，因为这个这个是副主委哈，来指示说，对，然后只是说大家就是摆个摊、拍个照、有个证据，这是私底下说的，不是在会议中指示，但所以呢，根本就没有摆摊嘛。那没有摆摊，然后再来呢，再往下就是说那是不是要来用抄的呢？王家珍是国民党的议员王家珍就有传讯息给这个台南市的这个市党部的干部，就有讲说，直接抄党员名册没有问题吗？叫年轻人直接抄党员名册没有问题吗？所以你看国民党里面也有人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可以的就是说你抄名册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大家就讲说这在法律上就本来就不可以，可是问题对国民党来说是什么？他讲说是老方式，这个也是在这个起诉书里面讲的。国民党市党部的干部就讲说，会用抄名册这个老方式，是因为之前做公投的时候，他们也曾经抄过党员名册来去做联署。所以你看，对国民党而言，抄名册这个事情就跟他们缴水电费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嘛。就是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内化。那我觉得整个国民党把他们认为是这个罢免绿营的这些民意代表，他们觉得是反罢的行动。好，你要这样子做，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要合法合规啊！你把整个反罢行动的罢免，把它变成一个大型的抄书活动，这非常奇怪，而且抄书活动是完全违法的。所以你上至这些干部，下到这些基层党工，甚至是有的他可能只是有时候去这个市党部做一下，帮忙顾店帮忙泡茶的这些支持国民党的支持者，也都卷入其中。国民党你都不觉得丢脸吗？而且我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高雄的罢团当然现在他们自己这个有人说要解散，然后其他李先生讲说没有，还会继续下去。总而言之，蓝营现在要罢免这个黄捷跟许智杰这部分，他们自己有内讧啦。但是内讧里面呢，我有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罢团里面他就讲说呢，这个就指控对方嘛，就说那你来这边吃便当啊，你有付钱吗？那你有付给这个志工的薪水吗？志工这些薪水还不是都有在出？我想说，志工为什么会有薪水？志工如果有薪水，他不是志工，他叫做工读生，也就是说志工薪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或许这个国民党的葛如君立委去讲说这些民间罢团拿了多少钱，月薪多少钱，因为他们自己在做罢绿委的这些行动，恐怕都是有拿钱有收钱的嘛。那所以你说整个的一个国民党罢免绿委的民意代表行动，已经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了。那到现在，国民党仍然持续要以这个什么司法迫害啦，这个民进党都在压迫他们来去做回击。我觉得这已经没有办法取信于大众了。可是原就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国民党还是有很多人讲说，这司法迫害会造成寒蝉效应。不但有人不敢出来签联署，甚或有些人根本避之唯恐不及。然后刘改是讲说，他说整个趋势，他看起来就是要一路往上，一路往上，上到什么样？真的要上到党中央？我先讲其实以罢制罢，如果是要用抄的名单的方式以罢制罢，其实效果会非常不是大家期待的效果。当然，因为什么叫以罢制罢？就别人用什么规模弄我们，我们也要用什么规模弄他们嘛。比如说在板桥，哇，他们弄我们的，我的规模之恐怖嘞。对，10几个联署站，然后你3两句又回到板桥了。没有，我举例，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们那个状况嘛，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对不对？路口举牌嘛，去市场发面纸嘛，然后塞信箱，一户一户按电影去联署。为什么罢1元制？因为他3件宝，他就胡说八道。你人家这样弄我们，你就要同等规格去弄人家，这样才能够达到那种平衡的效果嘛。然后对，结果好没有，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名单弄一弄这样交出去，其实这样子效果根本达不到。那达不到，那可能之前可能便宜行事什么，觉得韩国瑜那个时候都说什么抄没关系，然后可能有点便宜行事，那现在就变成要面对到法律。可我还是讲，我觉得当然这个抄名单是不对的行为，可是我们讲的是真的就是讲一个比例原则啦，就是说到底这个事情有没有严重到就是错没有错，可是比如说偷东西是错，那我们就把他手给剁了，对不对？然后当然剁了手，一定会有人讲说有那么严重吗？要剁手。
然后如果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就会说，那谁要他偷东西，偷你就该剁手啊，应该要砍头啊。对，就说那比例。国民党也有人的逻辑说，没关系啊，等到事情结束之后再处理。我讲这个是一个翁大上人，是一个比例原则，就是说你去搜索物证什么都扣了啊，什么，人家还是要压进去，压到从北到南一堆党工，主要负责人都在看守所里。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一定会造成一种寒蝉效应，因为很多人做这个事情会怕嘛，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嘛？可是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抄的话，一样啊，你的逻辑就是说偷东西就剁手啊，谁叫你要偷，剁手活该。那是比例原则嘛。每一次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国民党都会讲说啊，民进党都会讲说，谁叫你要先违法？对啊，你就不违法就不会被查了啊。然后你现在又要讲说，那你就像跟那个偷东西的小偷一样啊，你剁手活该啊，谁叫你要偷东西？我们讲的是不同的东西，我们讲的是比例原则，因为那个比例原则让你觉得太侵犯人权，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当然就会形成一种恐怖氛围嘛。会不会做了什么事情一不小心就进去？好，那我讲那个像明良珍，我也看他的起诉书。坦白说，当然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选委会有规定嘛，2个机关。一个户政事务所，户政事务不算，反正2单位啦。户政事务跟选委会，户政事务所跟选委都要查核资料，但查核的东西不一样。户政事务所是查核提议人资料有没有错，例如说他地址对不对，然后这个有没有死亡什么之类的，他透过电脑来查。选委会是来查说签名是不是本人签的，然后中选会是要求是用寄信的方式，像我们新北市，因为亮君想说啊，国民党执政县市都这样，没有啊，新北市都没有，新北市选委会就是寄1%的那个查询单，对过去哈，比如说提议2-3千人要罢免我，他就寄20封出去，这就是这样子啊。那当然花莲就是直接就叫户政事务所上门的，不是他的工作，应该是选委会工作，可是处长居然叫户政事务所去干这个事情，是不对，好，可是。不对，他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去罚他？他违反了选委会的规定，那这个是比如说违反行政，还是说他公务人员弹劾，还是怎么样？但现在是司法是直接把他压起来，说他违反个资的泄露。但是就我看来，从头到尾他没有泄露什么个资啊，这个个资原本就是在他手上。只是他拿的这个个资，他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跑去人家家按电铃，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个资泄露出去给任何第三人呐、不是这样解释的吧？不对，这个检察官讲的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的心证嘛。我认为他的做法，我会建议我们这些所有立法委员既然你要做的事情叫做立法，我真的建议在你上任之前，可以请你们的法学专家或 anyway 让大家上一下法律课。法律有时候解释，我觉得不能这样单方面做解释，说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只是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去做比对。个资法所要相关保护的事项跟他所触犯的要件，大律师在这边所有的法条在上面也都有。因为我刚刚我有说他这个问题不对啦，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他有没有严重到要把他压起来，因为他其实做的他并没有就是要让这个提案不成立，因为只要按照亮君的说法，只要每一个提议人都是本人签名的，即便是他拿着这个东西上门去，都不会因为他做这个动作成立或不成立，不会啊。可是他们说，前面错的那是错，后面还有一个所谓查水表那个心生恐惧那一块。查水表起诉书没有说他查水表，起诉书主要都是在针对说他是不是做了不应该他做的事情。那查水表的部分就没有特别去提到啊。因为对，所以反正这个案子最后还是要法官很认，但是我觉得当然这已经有形塑，真的有形塑一个氛围啦，就是哇，这什么事情都然后都要抓起来，然后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就是哇，这个会不会怎么样了，就遇到司法。那现在当然党中央也在担心啊，当然有担心嘛，冲党中央，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每天早上8点钟都开直播吗？对，那不是说上礼拜去冲了吗？没有吗？担心，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嘛？但是有在担心，所以我回应一下元之因为刚刚元之一直讲说，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这违反比例原则，然后什么好像怎么样抄名册就会被羁押，又不是犯了很大的罪。羁押在刑事事务法里面它是有要件的，它包含说你如果有可能有串证、逃亡、湮灭证据之余，检察官去申请羁押，最后要不要羁押是法官决定的。所以你今天不能讲说这个怎么感觉好像这个罪也没有多重，这所有的羁押要件在法律上清清白白明楚，要不然国民党就修法嘛。对，当然押不押不是检察官说了算，法官说了算，串证、灭证、逃亡才会押。那么我讲到。国民党的议员钟佩君吧，礼拜一不是讲说，这个赖以任不要到时候就说于将军又讲说，你看
他讲了你才记，对不对？他记了，有人收到了，还是死人，还是往生的，所以没有学乖嘛。记了，有人收到了，还是死人，还是往生的，所以没有学乖嘛。啊，我们礼拜2、礼拜3开始要巷战，对他们寄出去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是党部寄的，所以收件人应该是党员，否则你不会有地址嘛。你不可能这个从这个第一号一直弄到最后1号，反正普遍全寄，不是，你不是用塞信箱的，你是用寄的，所以你还是有党员名册在寄没有关系。寄过去之后，像原资这一张，它里面也附有，就是整个反绿共赞独裁的说明会，然后附了2张2阶段的联署单在里面。然后我告诉你，这是人家在脆上面说出来的。我住在北投，收到的信件人已经往生的前屋主，前屋主是继承人遗产的，不知道有没有抄党员名册的可能，还是抄啊？你并没有说因为这样的状况，我很务实的一步一脚印。像霸团，像原子讲去安门铃嘛，去当面联署，因为当面联署安门铃会什么？会碰钉子，你会碰钉子，联署干什么？走开！国民党不敢碰钉子，OK， 他用寄的还是死亡联署，所以你让人家觉得他有变吗？没有变。那另外我讲这是什么？这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之前犯错以后，现在的台北市党部的戴其清主委他说的，他说。我认为那个抄名册过去式，这个做法一定要改。他说死亡联署被剔除，大家一定知道。可是如果你去抄了死亡的名单，再被剔除的话，有伪造文书之嫌。所以戴其清主委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对这样做不对的。可是呢，我告诉你，这个是太离谱了。他说国民党抄袭是老方式，这点我要抗议。不是老方式。我以前在国民党桃园的黄复兴党部服务，那时候4大公投没赶上，4大公投已经被赶出去了。然后因为我反共被赶出去了。我是做什么？有一个10几次的公投，你记不记得？有10几项，配合2018年，对，那次就投票投到天荒地老。对，那次公投我有参与。我告诉你，我们党部受到的命令是我党员数的10%。我有1万个党员，我就要连这个1000份。对，10%。那我有4万个要4000份。我是怎么做的？我告诉你。我接到时间，他给我2个礼拜，我说不够，我要3个礼拜。我说你不要以为4000份这么容易我要一个一个去按门铃，然后请党员出来签名，而且我还跟我的小组长讲，去按门铃联署，同时顺便收党费。顺便对我们国民党黄复兴党部要求党费要清收，不能用汇款所以我说你就按门铃，请他联署，顺便收党费。你知道4000份做了多久吗？1个月。我1个月才弄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去联署一份收200，那时候是200块党费，收一份联署，那个主任站在那边被骂1个小时，被骂1个小时，为什么？平常不来找我，收钱来找我，联署来找我，你给我站好，开始骂1个小时，骂完之后，北不要生气，要不要签？好，拿来我签，他还是签，骂1个小时，所以我4000份收了1个月，我那时候我记得没有错，我是全国民党最后一个缴的党部 ，OK， 这不是老方式啊，是你们不长进啊！按照规矩做的大有人在，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艘船。我们当时真的是一步一脚印。我离开国民党4年了，怎么变这样？怎么变这样？好像我们以前帮你联署的都是用抄的，要抗议我们没有这样干过没有这样做过，是你们自己这样做的。那难道是黄复兴党部跟地方党部的做法不一样吗？那么朱立伦你就犯大错了。谁叫你把最会干事的黄复兴党部给裁掉？所以你现在连联署的人都没有，只好用抄的抗议啊。可是我不知道明否，如果花莲你看像譬如明良珍这个，然后就有很多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连那个园丁基本上是交保，然后明良珍碰到这样子，对傅昆萁这个在花莲，因为已经联署过，大概160几。然后等到这169嘛，然后接下来要再面临到第3阶，然后所有这些有人甚或讲说，对傅昆萁来讲，左膀右臂是不是全部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都已经伤得差不多了？不会，他还有整个县政府啊，还有他老婆，县政府都算了。
没有啊，对啊，当然民调真是重要的负责人，他是民政局，尤其民政，对，但是问题是你县政府里头还是会接上民政的人，那比较伤的是那个园丁啊，因为园丁他可能扯到一些是司法案件的，那可能不是说我罢免结束或是过不过的问题，那可能你过不过，你即使过，你可能都要面临吃官司的问题。所以说，你整个傅昆萁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你就是在花莲气势就斗将，就是走将，就是走将嘛。那所以说，这个花莲就是四大什么张俊啊，或者什么这个通通联合起来反复。魏家啦。张俊、民进党，对，然后四大势力有三大会结合在一起。对啊，就是三大都结合在一起在反复嘛，那我们都讲过了，所以他的这个联署数已经冲到169了，169应该是排名第3名了啊，因为前2名是在新北，在台北市嘛，那剩下来都是169的，罗廷伟是169，然后这个傅昆萁也是169，可是罗廷伟跟傅昆萁169，跟王宏威还有这个徐小新170几，意义都不同。因为在花莲地区签到169，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尤其是说你们傅家的这个在整个这个地区经营这么久，然后还是连《更生日报》都反了。好，连《更生日报》都反了，所以说我觉得难怪那个光明灯要点6盏啊！哈。6000盏，6柱，一柱1000。对，那点6柱，所以那我们就看这次就是罢免团体跟光明灯的对决，看到底谁会赢。不过我觉得花莲当然还是有实际上的困难，因为它交通上面还是不方便啊。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次如果说这个罢免没有弄成的话，他那个所谓几个小物的事情会不会牵连很大？如果你在罢免的中间一直在办这个所谓小物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那个就不只是花莲的问题，因为这次拿到小物的立委也很多。他的这个联署数已经冲到169了，169应该是排名第3名了啊，因为前2名是在新北，在台北市嘛，那剩下来都是169的，罗廷伟是169，然后这个傅昆萁也是169，可是罗廷伟跟傅昆萁169，跟王宏威还有这个徐小新170几，意义都不同。因为在花莲地区签到169，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尤其是说你们傅家的这个在整个这个地区经营这么久，然后还是连《更生日报》都反了，好，连《更生日报》都反了，所以说我觉得难怪那个光明灯要点6盏啊，哈，6000盏，6柱，一柱1000。对，那点6柱，所以那我们就看这次就是罢免团体跟光明灯的对决，看到底谁会赢。不过我觉得花莲当然还是有实际上的困难，因为它交通上面还是不方便啊。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次如果说这个罢免没有弄成的话，它那个所谓几个小物的事情会不会牵连很大？如果你在罢免的中间一直在办这个所谓小物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那个就不只是花莲的问题，因为这次拿到小物的立委也很多，那你就牵出来说非常多的立委又开始他又罢免又扯到小物的问题，然后双重就打击嘛。所以说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其实从这几次就2天啊，就是有起诉我们再讲好了，就是这个台南跟花莲来讲，其实有人都知道是违法的事情，那还是有人间清醒的，像那个王家珍，那个台南那个王家珍嘛，他就说我恨死林俊宪了，为什么要用假的？我自己出来摆摊，我就可以跟林俊宪 PK， 你们为什么要用假的呢？然后我一个服务处的年轻人，你为什么要叫他出来做什么领衔人？这都是我们现在如果你当时听王家珍的话，那就是过了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意见嘛。然后这个
这次花莲这个结案这个事情也是啊，户政事务所也都是知道，或是这个花莲的这个县长部的总干事的也都知道是错的。可是因为林明溱下令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他的所谓的窃取资料原因就是，他除了去查水表之外，他还把户政资料的这个所谓民众的这个个人签名跟电子章调出来，跟联署书做比对，所以你才是有泄露个资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这里。或者，最后2分钟，请问一下，有民党是我记得好像是秘书长吧，林佑昌们一直讲针对这些事情，叫朱立伦要道歉，或者有很多来宾也讲说，针对所有这些事情，朱立伦要道歉吗？国民党要针对，尤其像花莲台南起诉了，花莲起诉了，那上面已经有讲，或者像基隆是民政处长那时候讲说他有认罪嘛，什么什么类似这些。那朱立伦要代表国民党要针对这些事情去做道歉的这些动作吗？如果都不做，一定是有其他战略的考量吗？我先讲，国民党的确是超惯了啦。刚刚将军讲那个特例呢，你是因为你是收党费，哪里是在联署？你主要目的是收党费啊。那他们以往就是说，尤其在一阶的时候，他们很习惯就是说，因为一阶门槛很低嘛，真的成本很低了。但是朱立伦这次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有些东西你明明就是罢不掉，比如你台南、高雄、屏东，你就是罢不掉嘛，你没事去搞那个干嘛？对不对？那个连抄都不用抄了，讲句实在话，你去抄那个干嘛？对不对？所以你以前都没事没错，但是你也是因为就是说。你去做做那些无用功才会出这么多事情嘛？因为其实就是你罢不掉的东西嘛。王家真正的想法是对的嘛？你如果这样做，怎么会有二阶？是啊，你不摆摊怎么会有二阶？因为林俊宪你就是罢不掉嘛，那你何必要起那个头，然后才让人家抓到事情？那朱立伦在这事情上面来讲，我觉得刚你主持人讲到说，我已经搞不清楚收地底间了，那就是朱立伦现在的状况嘛，就是说。我再多不愁嘛，一件事一个不是一个两个的时候很严重嘛，多的时候就没有啊。你现在而且对他来讲，除非到中央党部，对啊，因为其他都地方党部啊，除非有一天我讲你也不会到中央党部，因为我讲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需要仔细。好，那问题是你现在的状况刚好变成说，我去刑诉一个司法迫害的那个嘛，因为这真的是两面刃啊。民进党一天到晚讲他组织犯罪，你真的把他当成组织犯罪的时候。那民众的观感就不好了。好，所以这件事情来讲，对民进党来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不是讲可以，你怎么骂他？你们这些假联署、死人联署什么东西，这都大家都知道你不对。可是当你剪掉，真的把它当组织犯罪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中间选民来讲多少回事。OK， 来，元之最后30秒，大罢免有什么呼吁？大罢免呼吁就是不要罢免我。对，呼吁还投不同意票，不要再造谣了。对，因为每天都看到网络上一些似是而非，我说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希望大家就事论事啊。OK， 来亮君30秒。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呼吁国民党了哈，就是错的事情就停下来，然后好好面对大众的检视，然后。合法合规、认认真真的去做啦，要不然后患无穷。整个看起来的话，那最后要到5月23左右，大家才能确定，到底是30还是31席。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刚讲到面临到现在所有以罢制罢的这样的一些的困境，真的有办法能够解决吗？还是未来会真的改变所有战略的一个方式，就专心守所谓的反罢呢？可是司法的案件一路的侦办，今天包括花检的起诉，未来还会有哪一些地检署，还会有什么样在起诉书上还会看到什么样一些情形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你们，我们明天见，拜拜。